你好，我是环佩叮当，欢迎共同走入共读时光。今天继续为大家朗读林清玄的散文集《人间有味是清欢》。今天为大家朗读的这篇散文的题目是可以预约的雪。东部的朋友来约我到阳明山往金山的阳金公路看秋天的结芒花，说是在他生命的印象中，春天东部山谷的野百合与秋季阳金公路的结芒花是台湾最美丽的风景。如今东部山谷的野百合因为山地的开发与环境的破坏已经不可再得，只剩下台湾北部的结芒花是唯一可以预约的美景。他说，就像住在北国的人预约雪景一样，秋天的结芒花是可以预约的雪呀。我答应了朋友的邀约，想到2年前我们也曾经在凉风初起的秋天与一些朋友到阳明山看结芒花。经过了2年，结芒花犹如预约，又与我们来人间会面。可是同看结芒花的人因为因缘的变故离散，早就面目全非了。一个朋友远离乡土，去到下雪的国度安居；一个朋友换了幻听，经常在耳边听到幼年的驼铃；一个朋友竟被稀有的百步蛇咬到，在鬼门关来回走了3趟。约我看结芒花的朋友结束了20年的婚姻，重过单身汉无拘无束的生活。我呢，最慈爱的妈妈病故，经历了离婚再婚，又在45岁有了第2个孩子。才短短的2年，如果我们回头一看，回顾四周，2年是足以让所有的人都天旋地转的时间了。即使过着最平凡安稳生活的人，也不可能2年里都没有因缘的离散呀。即使是最无感冷漠的心，也不可能在2年里没有哭笑和波涛呀。在我们的生命里，到底变是正常的，还是不变是正常的？那围绕在窗前的溪水，是每一个刹那都在变化的，即使看起来不动的青山，也是随着季节在流变的。我们在心灵深处明知道生命不可能不变，可是在生活中又习惯于安逸不变，这就造成了人生的困局。我们谁不是在少年时代就渴望这样的人生？爱情圆满，维持很久，事业成功，平步青云，父母康健，天伦永在，妻贤子孝，家庭和乐，兄弟朋友，义薄云天。这是对于生命长的向往。但是在岁月的脱模里，我们逐渐看见隐藏在长的面具中那闪烁不定的变的眼睛。我们仿佛纵生于大浪，虽然紧紧抱住生命的浮木，却一点也没有能力抵挡巨浪，只是随风波浮沉。也才逐渐了解到因缘的不可思议，生命的大部分都是不可预约的。我们可以预约明年秋天山上的结芒花开，但我们怎能预约结芒花开时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变化呢？我们也许可以预约得更远，例如来生的会面，但我们如何确知在3生石上的真是前世相约的精魂呢？在我们的生命旅途，都曾有过开同学会的经验，也曾有过与10年、20年不见的朋友不期而遇的经验。当我们在两相凝望之时，常会大为震惊，
因为变化之大，往往超过我们的预期。我每次在开同学会或与旧友重逢之后，心总会陷入一种可畏惧的茫然。我畏惧于生之流变巨大，也茫然于人之渺小无奈。思绪随着茫然跌落，想着如果能回到30年前多好，生命没有考验，情爱没有风波，生活没有苦难，婚姻没有折磨，只有欢笑、狂歌、顾盼、无勇。可是我也随之转念，真能回到30年前，又走过30年，不也是一样的变化，一样的苦难吗？除非我们让时空停格，岁月定影，然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深深去认识生命里的长与变，并因而生起悯恕之心，对生命的恒长有祝福之念，对生命的变化有宽容之心，进而对自身因缘的变化不悔不忧，对别人因素的变化无怨无尤。这才是我们人生的课题吧。当然，因缘的长不见得是好的，因缘的变也不全是坏的。春日温暖的风使野百合绽放，秋天潇洒的风使芥芒花展颜。同是时空流变中美丽的定影，动人的停格，只看站在山头的人能不能全心投入，懂不懂得欣赏了。在岁月，我们走过了许多春夏秋冬；在人生，我们走过了许多冷暖炎凉。我总相信，在更深更广处，我们一定要维持着美好的心，欣赏的心，就像是春天想到百合，秋天想到芒花，永远保持着预约的希望。尚未看到芥芒花的此时，想到车子在米色苍茫的山径蜿蜒而上，芥芒花与从前的记忆美丽相叠，我的心也随着山路而蜿蜒了。我是环佩叮当，感谢您一同度过这段共读时光，咱们下期再见。